想必这会儿验尸也进行的差不多了，钟不快，让你们的人把门打开吧。怎么办？这么快，请吧。就是他抢了师傅的遗体。验尸可有发现？禀告方首座，尸体并非病死，死因另有疑点。胡扯！我师傅分明是病死的。既然有疑点，那就听我们风仵作说一说。各位意下如何？我乃霍宗耀之女霍代容，就依方首座所言，先听听验尸结果如何。如果家父真的为人所害，还请神捕营与暗真营做主，查明真相。好，诸位请进，容我一一道来。你刚刚说盗尸的是2个人？没错，就是这2人。首座，莫冲啊，你也陪着钟雪曼在这玩儿？我是听说师妹没事就好。风仵作，跟大家说一下你查验的结果。是，首座。霍将军的脖子上有掐痕。之前明明没有这些，你对我家老爷做了什么？方才我用的是最常见的欢子油，欢子油可以去掉脂粉。先前我们之所以没有发现霍将军身上有伤痕，是因为有人用了特定的脂粉遮盖住了。有人想要伪装霍将军的真实死因，但这种雕虫小技是骗不了我们仵作的。霍将军的舌底肿胀黑紫，眼底出血，这些现象都表明他是窒息而死。加上霍将军脖子上的掐痕，他是被人活活掐死的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究竟是什么人要害他？现在已经有证据表明霍将军死于谋杀，各位还有什么意见吗？究竟是什么人要害他？什么人要害他？霍夫人节哀，既然这确定是一桩凶案，我们暗真营定会彻查到底，还霍家公道。
多谢诸葛公子。等等，不要以为我们好哄，查案本就是你们分内之事，但是钟雪曼的罪不能这么算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出尔反尔是不是？这本来就是两码事。哼，怎么刑不二营，不会要当众徇私吧？既然此事因我而起，那就把案子交给我和钟捕快来查，我们查清真相，将功补过。要是这个案子查个3年5年都没有结果，怎么办啊？那就以霍将军的头七为限，若是逾期案子未破，我们自领罪罚，或者明日你们就去刑部报案，给我和钟捕快定罪。不必明日，今日就报案。一个钟捕王之女，一个诸葛首座之子，刑部必重视。报案。事已至此，就按诸葛公子说的办吧。有劳风武做了。待家父的案件查明，小女自有重谢。哦，不必客气，本是在下分内之事，举手之劳而已。钟雪曼，怎么你到哪儿事儿到哪儿？你是个瘟神啊，而且怎么和诸葛孔云给搅和到一块儿去了？是我答应跟他们合作的，那神捕营的弟兄们怎么想？这是我个人想法，与神捕营无关。我只想早点缉拿叶煞。脾气啊，又臭又硬。如果今天我不来，这个局你怎么破？是属下鲁莽了，此次多亏方首座。也罢，合作就合作，但是有一点。你和暗真营一起查出来的任何线索，要第一时间告诉我。我希望你亲手抓到萧北明。明白。莫冲，哎，来了，首座。哎，这霍小姐真不容易，太惨了。哎，我师兄人呢？他这会儿都应该到家了吧？钟捕快做事不讲规矩啊！为了帮你，我把自己都搭进去了。多谢。只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若是再有下次，莫说我不帮你，咱俩联手查案的事儿，也就此作罢。嗯，你这人还真小气。那也得看对谁。对你，我已经够大方。你说什么？老爷是被人害死的，怎么会这样呢？神捕营的仵作验过尸了，他确实是被人害死的。姨娘不要着急，您身子本来就不好，为难人不值得。他好歹也是你父亲，如今人走灯灭，蓉儿，你就不要再记恨他了，好吗？女儿做不到，女儿忘不了姨娘这身的伤病是哪儿来的。不说这些了，你也累了，赶紧回去歇息吧。啊，那女儿先回了，姨娘也好好休息。好。怎么了，蓉儿？那人没了，姨娘以后也不必点灯熬油的为他制茶了。
这茶包留着无用，女儿拿去丢了。也好。青，小姐，等会儿娘喝完粥之后，让她早些歇息。是。喝粥吧。师兄，真是太险了，你回来了就好。哎，幸好萧大哥急中生智，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。这也多亏了你，还有莫冲。有没有办法把他弄醒？啊？能不能？醒几针就行了呀。没事吧？我怎么一开门我就睡着了？来，先起来。一定是太累了。你来我这干嘛来了？不重要。现在你的钟师妹在外面遇到了危险，只有你能帮她。来，你先把衣服穿上。我有办法，听我的。啊！诸位请进，容我一一道来。就这样，我趁乱从后窗翻走。这次真的太危险了，别人我都不担心，就怕诸葛孔云发现什么。而且他一进那土字坊，就四处查看，还翻了隔壁的尸床。他心里一直对我们有怀疑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吧。霍将军之死，疑点重重，霍家人都有问题。没错，霍府的弟子看到验尸的结果之后，表情都很奇怪，更像是在刻意隐瞒什么。如果霍将军真是被掐死的，他的家眷和弟子有很大嫌疑。你的意思是说，霍将军极有可能是被霍府中的人杀死的？这个说不准，只是今夜在霍府确实发现了很多蹊跷。那晚我去了霍府弟子院，是霍宗耀徒弟们居住的地方，内部是仿照军队规格设置的，一应器具也是按照军队要求整齐摆放的。霍将军是行伍出身，将军队的严明制度带回了家里。寝室后面有个操练场，操练场中间有个大擂台，擂台上面发现了一些血迹，那是经年累月血液滴溅形成的痕迹。能看得出来，台上的切磋绝不是点到为止，说明霍宗耀平时教授徒弟习武时，会让他们以命相搏。并且我还在操练场发现了刑具。那就是这些弟子经年累月受到了非人的苛待，最后忍无可忍，进而起了杀心。除了霍将军的弟子，那个霍夫人也有问题。霍夫人的后背伤痕累累，很显然曾经遭受过虐待，而且死了夫君的人应该穿得寡淡一些才对。可她身上的肚兜格外艳丽，对镜理发的样子轻松惬意，仿佛夫君的死是一桩喜事，这显然不对劲。若霍夫人身上的虐伤都来自于霍宗耀，那霍夫人也有杀人动机啊！不止霍夫人，还有一个要放火的薛千山。用火烧，把他们逼出来！薛千山明明知道霍将军的尸体在炼房内，还要放火，说明根本不把尸体当回事，更像是要毁尸灭迹。还有一人，我有点看不透他。你是说霍将军的女儿霍代荣？啊？那小姐看起来柔柔弱弱的，她不像是个坏人啊。她一眼就识破了我的身份，绝非等闲女子。你虽穿着福禄袍，可你脚上的靴子却是官靴。你是钟雪曼。她这么厉害啊？那天她又骗我去霍府卧房，让我撞上了霍夫人，害我身份暴露。之后又有意讨好于我，不知是何居心。这个霍小姐确实不简单，眼下线索还不够，还得再去一趟霍府。啊，得去。
师妹，师兄，有心事。看起来霍宗耀的案子确实和叶莎无关。目前看来，确实如此。即便霍将军是他杀，但目前的嫌犯里，霍夫人也好，弟子也罢，哪怕是那个霍代荣，杀人动机都局限在霍府宅院之中，既关联不到海牙，也看不到和叶莎的牵连。所以我才担心。你担心白忙活一场，就算我们破了此案，也与我的清白无异。案情复杂，可你的身体……我理解你的顾虑。难解，就不必再多言。燃尽半生热烈，不问明天。但你首先是神不赢的捕快啊！即便霍将军之死只是个巧合，即便这个案子真的只是家族宅斗所致，也与叶莎没有任何关联，可它毕竟是一条人命啊！作为神不赢的捕快，我们不该分神私利其他，不能让自己的私心大于公义。我时常想起师父3年前对我的训示，说我的心里对生死没有敬畏，我不以为然。文明，你太骄傲，甚至是自负。叶莎比你之前遇到的所有对手更加可怕，他善用人心，而你那颗骄傲躁动的心，就是你最大的弱点。一旦被他利用牵制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等我明白的时候，我再也没有机会当捕快了。师妹，你还记得师父过去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吗？克己奉公。克己奉公，至公无私。若难解，就不必再多言。尽半生热烈，不问明天。一程长，一程远，莫回首，无亏欠。踏破天光，何惧覆万劫？大哥，你醒了？你这是做了一夜啊？我总感觉哪里被我疏漏了。刚刚在梦里，我好像想起，这一下给我打断了。都怪我，你要不再睡会儿，看看能不能续上。傅运卓，傅运卓，傅运卓，走，去义庄。走走走。去哪儿啊？我想起哪里不对劲了。空着手来的，我还以为你会给我带早点，结果就带了一张冷脸。昨天要不是我帮你，现在你就已经在牢里了。说说吧，这案子你想怎么查？昨夜你不也看到尸体了吗？可曾有任何发现？你是说……惭愧啊，惭愧！家师被害，身为弟子却未能在第一时间察觉，如今配合调查也是应该的。二位，请吧。不必劳烦，我来只想请教李公子几个问题。二位尽管问，李某知无不言。下去吧。霍将军的死，李公子知道真相吧？你说昨天夜里的验尸结果有问题？所以我思来想去，发现的掐痕很奇怪。掐痕有什么奇怪的？等会儿见到霍宗耀尸体，你就知道了。霍将军脖颈上的掐痕，虽被脂粉所掩盖，但如今天气炎热，那些脂粉用不了几个时辰便会脱落。若不及时补上的话，很容易就会被旁人发现。霍将军从死亡到验尸，霍府上下一直看守将军遗体，却无一人发现端倪，这本身就不正常。而在灵堂之上给尸体补妆，恐怕只有一种可能：那些脂粉是你们自己涂上的。
怎么样？你分析的对，是我当时疏忽了。按照大齐律法，对凶案知情不报或包庇凶手，当同罪论。到时候霍府上下可就有大麻烦了呀。李公子，若你现在说出真相，对你对霍府都还为时不晚。既然你们已经发现了，那李某也就没有必要继续隐瞒了。你们说的没错，是否被掐死的事，我们知情。不止知情，就连凶手行凶时，我、薛师兄、霍夫人、霍小姐，我们都在场亲眼目睹。就连凶手的模样，我们也看得一清二楚。霍将军常年练刀，他的虎口与四指指腹上面的老茧比其他部位要厚，这与他脖子上的掐痕恰好吻合。杀死霍将军的正是霍将军自己。那天晚上，我跟薛师兄去找师傅谈事。滚！你们是来找我报仇的是吧？我不怕你们，我不怕你们，来呀！报仇啊！师傅，报仇啊！师傅，报仇！师傅，报仇啊！师傅，来吧，我还给你！那一幕就发生在我们眼前。自己把自己活活掐死。我说的都是实话。那天晚上不止我一个人在场，我、薛师兄、霍夫人、霍小姐，还有2个丫鬟，他们都看到了。去一桩，一验便知。可我想不明白，他是怎么把自己掐死的？人在清醒的时候是很难自己把自己掐死的。在清醒的时候是不可能，可若他是不清醒的，什么意思啊？你知道午时散吗？我知道，那是大齐的禁药。午时散本身是用来治疗风寒的，可前朝有一官员发现，服用后会导致身体发热、神明开朗、产生幻觉，有一种飘然之感，在他的带领之下广为流传。但后来有人发现，此药会导致慢性中毒，很多长期服用者都丧了命，所以在本朝被列为了禁药。致幻？你的意思是霍将军是死在幻觉当中？很有可能。霍将军武艺高强，若对自己瞬间爆发内力，就算求生本能也无法逆转伤害。光看表面，我没有办法验证你的猜测，我需要剖尸。没关系，诸葛孔云应该在霍府询问，我们还来得及。师妹，安贞营奉旨查案。查谁啊？霍宗耀。又是霍宗耀。师妹，风武座前面刚来，还没走呢。他怎么又来了？不知道啊。你们怎么来了？什么意思啊？这话应该我问你吧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昨夜发现这个尸体或许有些古怪之处，所以就过来再重新检验一下。
什么古怪之处？霍将军或许是自己把自己掐死的。等等，干嘛？现在还不能抛尸。吓我一跳！怎么了？霍将军如果真的是自己掐死自己，霍夫人一定知情，否则他不会掩盖脖子上的掐痕。诸葛孔明如此精明，他们藏不住的，他到时候一定会来这里验尸求证。诸葛孔云，他这种这么厉害？他现在应该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那怎么办？按我说的做。迷幻药是，但我需要剖尸来验证这一猜测。那就抛吧。什么意思啊？这剖尸的过程可能难以入目，要不你们二位回避一下？哼，都是捕快，抛尸有什么的？竟然忍受不了这个？是啊，诸葛公子肯定是胆识过人，但上次剖尸的时候，钟捕快可是难受了好几天啊。哟，堂堂钟捕快竟然怕这个？我毕竟是个女子，我看不得剖尸有什么奇怪的？哼，你不说你是女子，我都快忘了。既然看不了，那就别看了。少废话！既然李笑没有撒谎，那我便回霍府继续讯问，到时候出来结果告诉我。来吧。大哥，这样真的安全吗？诸葛孔明被风金卓给拖住了，我还有时间。要不我还是陪你一块儿去吧，这样出了事儿，我们可以一块儿逃出京城。你倒是思虑周全啊！那是，我现在可是胳膊上长白毛，老手了。我可以带你去。那我问你啊，我现在呢用了你的身份查案，那你用谁的？蒋一不行，蒋一有点老，方莹却有点丑。想清楚前先看家啊。那方天震行吧？我觉得方天震还可以。诸葛公子，你还是去外面透透气吧，这里交给我就行。不要！诸葛公子如此尽心尽责，实在是令人感动。要不这样，我的箱子里有一瓶药，你可以缓解一下。这个吗？不是，是那长条的。这个，对，就是那瓶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此丹名为绝味丹，人服下之后的1个时辰之内，可以暂时封闭味觉跟嗅觉，闻不到任何气味。诸葛公子也能舒服些。此丹是我研制的独门丹药，一般人我可舍不得拿出来。最近呢，我研制出了一款新型的丹药，能够滋阴补肾。公子，这不会像上次的五血丹一样吧？上次那是意外，是误会。现在咱俩是一条船上的，我能对你有半句假话吗？怎么样？没骗你吧？二位稍等片刻。李笑说霍将军一生荣耀，死的却如此诡异。霍府的人不愿他死了之后遭人议论，丢了体面，于是便用脂粉掩盖痕迹，说是死于病故。如果风金卓能够验证霍将军体内有迷幻药，那这霍府也脱不了干系。到底是谁呢？一个个见吧，谈谈虚实。
诸葛孔云要是回来了怎么办？有风金镯在，能拖一会儿。周捕快，这位是？这位是神捕营捕快童双，最近时间紧迫，所以我跟诸葛公子分两路查。见过童捕快。钟捕快，验尸结果是否如我所说，家师死于自尽？诸葛公子还在验，尸体上还有很多疑点没有查清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想见一下霍将军身亡当晚的在场之人。怎么，不方便？啊，没什么，二位跟我来。薛师兄今日不在府中，一早便出去了。劳烦师弟转告薛师兄，神捕营的人来拜访过。请。师母，神捕营周捕快求见。师母，老爷猝然过世，夫人伤心过度，今日身子不适，不便见客。诸位，还请回吧。要不二位改日再来？李公子，能否方便带我们到你的住所看一看？请吧。此处乃李某居所，二位随意查看。李公子是何时拜入霍将军麾下的？可随霍将军出征过？惭愧，李某3年前拜入府中，拜师晚，未曾上过战场。比不上薛师兄行武出身，跟着师傅上过战场。李某蒙师傅另眼相看，靠着一身不入流的学识，替师傅打理家业。打理家业，李公子不习武？在下会一些武功，但比不上其他师兄弟。听说霍将军收徒甚是看重武艺，没想到对李公子另眼相看呀。李公子才能很是卓绝呀。钟捕快谬赞了。哎，不可！怎么了，李公子？此刀锋利，大人不可伤到自己。无妨。此刀精美别致，确实令人爱不释手。只不过李公子，为何要将刀挂在床头啊？头顶悬刀，多不吉利。这刀乃是家人所赠，挂在床头是为了日夜思念家人。原来如此，抱歉，唐突了。李某居所杂乱，让二位见笑了。听闻霍将军对下属平日甚是严苛，甚至有过虐待体罚，可有此事？家师生前乃是行武出身，习武之人性烈乃是常事，何况身为将军，辞不掌兵。但要说是虐待嘛，言过其实了。那霍将军平日作息可有什么特别之处？将军生前赋闲多时，作息甚是规律，3餐也与弟子们同食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。霍小姐可在府中？能否带我们去见一下？好，我带你们去。有了。你查出什么了？霍将军颅内髓海如潮一般千疮百孔，这是长期服用了某种迷幻药物才有的特征。长期服用？盖上。虽然我没有办法看出是什么药物，但至少是服用了数月，甚至是半年之久，颅内的髓海才会形成这样的一种情况。可是服用了这么久，霍将军难道就没有发现毒药吗？要么是他杀，
凶手每日给其下毒，但用量很小，霍将军自然察觉不到。最后积少成多，导致霍将军在迷幻中自缢。要么就像前朝武士散那样，霍将军有了药引，控制不住每日使用，最后致死。不管是哪种推测，我们都得去霍府查一查。你跟我走。我可不认识什么迷幻药。前面就是东院冯姨娘住处了。李管事，诸葛大人来了。是诸葛公子大人过来了，要查看家事调房。二位是跟我去见诸葛公子，还是继续询问东院？李公子，你先去招呼诸葛公子吧，我们再看看。那李某失礼了，就先不奉陪了。他们要去药房，看来尸体里确实有迷幻药。诸葛孔明已经到了，若是我们继续查下去，你一会儿该如何脱身？他肯定带了风金镯，能帮我们拖延一点时间。那东院就是霍小姐和冯姨娘的住所，这霍小姐的言行，连我都捉摸不透。来都来了，必须要去看一看。可是，放心吧，不会耽误太久。李大哥已经遣人告知过钟捕快要来，姨娘身子不好，正在里面歇息，特意让小女在此等候。齐英，你先下去吧，我来。是。钟捕快有什么问题尽管问，小女必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有劳霍小姐了。这位是神不应捕快，童双。童捕快，请喝茶。你为何总盯着他？说来还真是有缘分，童捕快的容貌萧似小女的一位故人知己。那倒是巧了，不知霍小姐的这位故人知己现在何处？他出门远游，至今未归。我们也已经多时未见了。我听李公子说，霍将军身亡当晚，霍小姐你也在场，而且霍将军身上的伤痕也是霍小姐用脂粉掩盖的，可有此事？确有此事。既然你知道将军的死因，那夜为何骗我？既然二位已经查明了家父是自己掐死自己，何苦又来讯问小女呢？因为案情还有疑点。当然有疑点。家父平日安稳无虞，也没有任何烦心事，为何突然要自寻短见？小女虽为亲眼所见，可眼见未必为实，所以对家父之死，小女也心存疑虑。那日小女对钟捕快所言，句句属实，毫无虚假。那验尸之时，为何不直说？二位大人明鉴。小女虽为霍府千金，可于这霍府，实在是人微言轻。当日之举，实为自保。幸得神捕营各位大人英勇无畏，揭开真相，家父之死才有昭明可能。小女在此，谢过二位。如何？一切都按主上的计划在做，只是萧北明，鱼咬到饵了，就不会轻易松口。等发现的时候，钩子已经拔不下来了。你继续按计划行事。是。萧北明，哼，这盘棋越来越有意思了。
师傅年轻时在战场上杀敌，身上不知受了多少伤，落下多少病根儿，平日里就是用这些补药来调理身体的。霍小姐所言，童某有一点疑惑。霍小姐是霍家独女，这霍府上下难道有何人能伤得了你？竟说出自保二字。你们二位从中庭跟西院过来，与中庭跟西院相比，这东院之残败，难道二位看不出吗？独女是不假，可也是无人问津的独女。看来是冯姨娘醒了。既然冯姨娘醒了，是否方便一见？姨娘身子本就不好，这段时间又伤心过度，恐怕不爱。两位大人稍等。如何？暂时什么也看不出来。需要将这些药全部带回去检验，才能得出结论。钟捕快呢？钟捕快和童捕快正在东院询问呢。童捕快啊，你见过的，童双。走吧，带我去见他们。等一下，我再多拿几瓶药，多验验，多验验。哦，那个也拿上。走吧。这边请。怎么还没来啊？时间差不多了呀，该见效了。等等，风仵作，怎么了？哦，我好像有什么东西忘拿了。什么东西啊？哦，神不赢的令牌，要不麻烦你们二位和我一块回去取一下吧。走，你自己回去吧。请。风仵作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哎呀，你看看我，太不小心。哎呀，这都是误症，这可怎么办啊？马上就好。哎。你这是？诸葛公子，你没事吧？诸葛公子，没事吧？毛藏在哪儿？我带你去，那边。好点不？快快！冯姨娘为霍将军如此伤心，看来你们的感情很好。是。当年将军从战场上回来，便纳我为妾，算下来也有23年了。这些年，我们相敬如宾，甚是和睦。如今他这一走，我的心呐，疼得紧，这一疼，身子就倒下了。姨娘，我姨娘现在身体虚弱得很。二位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就多谢冯姨娘和霍小姐，打扰多时，我们也该告辞了。招待不周，
恕不远送，两位大人慢走。李笑带他去上茅厕了，怕是拖不了多久，你得赶紧离开这儿。我们拖住诸葛孔云，你赶紧走。我们一会儿3里茶楼集合。童捕快，霍小姐，童捕快方才不是和钟捕快在一起吗？怎么如今又单独行动了？我有要事要赶回神捕营。霍小姐追到此处，是有事要问。思来想去，眼前之人怕不是童捕快，而是小女方才所说的那位故人。霍小姐，你我并未见过，你肯定认错人了。小女无甚才学，也不精通武艺，但对乔装打扮却略懂一二。更何况，你这双眼睛，小女实在是熟悉不过。所以，霍小姐，你认错人了。久违了，萧北冥。我们见过。说来还真有些不好意思，小女先前对萧神捕甚是仰慕，你破获的案子我也是如数家珍，我还曾数次偷偷去神捕营门口看过你。既然霍小姐识破我的身份，就不怕我杀人灭口？我不相信你是夜叉。何出此言？因为钟雪曼一直在你身边。真有你们的，这都想得出来。还是萧大哥厉害，步步想到了诸葛孔云前面，闪了。哟，来了，诸葛公子，怎么了？哎呦，诸葛公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此丹名为绝味丹，人服下之后的1个时辰之内，可以暂时封闭味觉跟嗅觉，闻不到任何气味。诸葛公子也能舒服些。这不会像上次的五血丹一样吧？此丹是我研制的独门丹药，一般人我可舍不得拿出来。是你干的？我？怎么就都是我干的了？那个丹药？哎，你瞧我这记性，我当时忘了告诉你了。那个绝味丹确实是能封住你的味觉和嗅觉，但是有些人也会有些别的症状。啊？什么症状？下泻不止。不是，你怎么能给诸葛公子吃这种东西呢？我也不想给他，是他自己受不了抛尸的味道，我才给他吃的嘛。不过就是抛尸嘛，大家都是捕快。是啊，这个都忍受不了。对呀，还要吃药。你们没事儿，诸葛公子，你那个卸干净就好了。哎，等你明日干净了，我们再聊案情啊。若论这天下最恨你、最想杀你之人，非他莫属。可他却一直陪着你，跟你一起冒险，就说明你已经取得了他的信任。既然他可以，我为何不能？霍小姐果真聪明，能得到萧神捕如此夸奖，小女荣幸之至。不过，小女有一事尚且不明，还望萧神捕可以如实告知。请讲。你如今是戴罪之身，为何会对我父亲的案子如此上心，甚至甘愿冒性命之险来探查霍府？这其中一定有蹊跷。难不成我父亲的案子和风波湖有关？没错，我们查的霍将军与我们的线索有关，但我们刚来霍府，霍将军就离奇死亡，这太巧了，难免让人生疑。可我父亲是自己把自己掐死的呀。你自己也说过，眼见不一定为实。李大人，有人来了。现在前面有人看守，后面有诸葛孔云。我有办法，你跟我来。霍家那对母女不简单，尤其是那个霍小姐，说话藏头掖尾的。有吗？我觉得还好吧。我发现你总是替那个霍小姐说话。没有吧？
肖大哥怎么还没回来？按理说他比我们早出来，应该回来了，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被诸葛孔云发现了。公子，可好些了？不碍事了。诸葛公子，先回去休息，如有需要，在下随时奉陪。吴伯，怎么这个点来收拾了？哎，行了行了，快走吧。你怎么装扮成这副样子？霍代荣帮我打扮的，为了躲避诸葛孔云的查看。霍代荣，他识破了我的身份。啊？他认出了你，还帮你逃脱。你们还真是故人知己是吧？我之前真没见过他，我发誓我真的没见过。哎，那肖大哥，那他为什么帮你啊？他让我帮他查清他父亲死亡的真相。他的话不足为信。没错，霍府水深，霍代荣极为聪慧，令人难以捉摸。只不过目前看来，他应该并无害我之心，而且他还跟我透露他父亲死亡的一些线索。什么线索？既然霍小姐也觉得霍将军之死有蹊跷，以霍小姐之聪明，心里不会没有怀疑之人。霍夫人。霍夫人。没错，家父虽然脾气暴躁，可从未出手伤人。但半年前，家父突然变得古怪，渐渐暴虐成性，稍有不快便会出手伤人。我姨娘的病，我姨娘若说是伤心过度，还不如说是被家父折磨出来的。那你为何会怀疑霍夫人？我询问过医师，人若是神志清明，断不会对自己人下如此狠手，所以我怀疑家父是被人下了毒。家父平日的吃穿用度，包括用药，都是霍夫人在管，她的嫌疑最大。但我也只是怀疑，我没有证据，所以想调查清楚。霍代荣说，霍夫人是霍将军5年前续弦娶的，入府时16岁。那原配夫人呢？原配夫人5年前便去世了，也没有留下子女。那天我观察霍夫人，她行事轻佻，不似大家闺秀。霍代荣还说，霍夫人的父兄经营着兵器作坊，霍夫人嫁过来之后，那作坊变成了军中指定合作之处。哼，拿自己亲生女儿的幸福换取家门富贵，还真是一笔划算的交易啊！背后是否有交易，霍小姐也不清楚，只是说霍夫人嫁过来之后并不开心，整日郁郁寡欢，闭门不出，也不与人交谈。直到3年前，她才好转，脸上多了一点笑容。3年前，霍代荣对霍夫人怨念颇深，也不能只听她的一面之词。这霍夫人，我们还是得想办法见上一见。这个霍小姐深不可测，你还是不要再在霍府出现了。如果真的是霍夫人的话，霍将军的死，那就和叶煞这个无关喽。霍将军死在我们这个查案的当口，也许真的是巧合。不管怎么样，查清楚再说。霍将军之死乃是长期服用迷幻药所致，于是凶手锁定在霍府之中。只是有一事，儿子实在是不解，无法与叶煞、萧北明有所关联。正是。也许本身就没有关联。明儿，你我可是在陛下面前立下了军令状的，不可一味固执，白白浪费时间。可儿子感觉萧伟明好像就在身边，可有证据？暂时没有，但请父亲再给我几天时间，说不定破了霍将军的案子，就能找到与叶煞的关联。如果无法抓到萧北明，即使我们破获100桩案子，也于事无补。陛下怪罪下来，你我照样无法承担。可眼下也没有更多的线索，不如孤注一掷。
怎么一个人都没回来？不会出事了吧？你们看，霍府还在治丧期间，这薛先生这会出来干嘛？去看看。我们俩去。凤总，你回去查验一下药物。别跟太近，容易被怀疑。这人鬼鬼祟祟的，一看就不是干什么好事。走。这里位置隐蔽，远墙高筑，门口有专人把守，定有蹊跷。以我之前在京城查案的经验来看，这里面很有可能是黑赌坊。黑赌坊和外面的赌坊不一样，外面的赌坊都受朝廷监管，凡是参赌的人都会登记在册，而黑赌坊却不用，不仅不用监管，赌注也不小。看来这薛仙山不仅好赌，赌注玩的还不小呢。那就奇怪了。他一个弟子的日常阅历，怎么可能去得了这种赌坊？他钱哪来的？有人来了。东西还给我。好啊，再拿500两，东西就给你。说好这生意有点耳熟，就把东西交还，怎么又是500两？怎么，整个是他的家业都在你们手里，何止一个500两？你，让我好好玩2把。你盯住薛仙山，我跟着他，咱们顶风可见，你小心。周木宽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这个问题该我问你吧？你在跟踪薛仙山？我在去霍府的路上碰到了薛千山，想起他今天闭门不见，所以就看看他到底干嘛。原来如此。等等，你一个人去霍府，不叫我，你又想单独行动？你不是肚子疼吗？不对，你是不是也想去霍府？你不也没叫我吗？我那……他一个大男人，买什么胭脂？你问我，你每天穿成这个样子，闻起来像个香菜一样，你不是应该最知道吗？查案的时候严肃点，走，去看看。喏，
就是此香粉。10两。就这么一个小小的香粉，要10两银子。这香粉名为西施雪，是用百年沉香和西域红兰所制，极其名贵。别说10两银子，进轿的时候20两银子都有人抢。你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？我怎么会知道这个？我又不用。倒是你一个大男人，懂得还真不少。作为捕快，任何事情都要略懂一些。看来，你不管是作为女人还是捕快，都不太合格。诸葛公子花这10两纹银，不会就是为了讽刺我的吧？当然是为了查案。薛千山那个糙汉莽夫，这种名贵的香粉应该不是自用。没错。你闻闻，这香粉的味道极其特殊。一装那晚，我好像在霍府的某个人身上闻到过这种味道。我也闻到过，在昨天审讯的时候。我们说的不会是同一个人吧？走，去霍府。现在？兵贵神速，难道你还有别的事情要做？没有。钟捕快，你有没有感觉，你最近好像变得不太一样了？什么？不似之前那般愤世嫉俗，眉头也不再紧皱，尤其是你眼睛里那股杀气不见了，尖酸刻薄打趣我的样子倒颇像3年前。时间如此之短，变化如此之大，钟捕快，莫非是遇到了什么开心的事儿？而人，我一直都是如此，只是因为你我交流甚浅，你不了解我而已。是吗？我不想跟你扯闲，我现在就去霍府，你爱来不来？钟捕快，诸葛公子，这么晚了还有何事？霍小姐，霍将军的案子我们发现了关键线索，时不我待，只能深夜来访，打扰到了霍小姐，实在抱歉。什么新发现要深夜来找小女？霍小姐可认得此物？这是西施雪。这西施雪应该是霍小姐平日所用之物吧？小女确实在用西施雪。不是你买的，而是别人送给你的。难道本小姐用点装品还需要别人送吗？我曾去管家那儿查了霍小姐的月钱，发现霍府对吃穿用度要求极其严苛，尤其是对你，以霍小姐的月钱，这装品恐怕很难负担得起吧。就算这西施雪是别人送的，那又如何？今日我们发现薛千山行迹可疑，跟踪后发现他买了这西施雪。西施雪名贵，整个京城1个月也只有几瓶而已。如无意外的话，这西施雪是薛千山送给你的，不知你们2人是何关系啊？这西施雪的确是薛千山送我的，但我们2人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也根本不可能跟他有什么关系，是他一直纠缠于我，我收下，也只是不想跟他闹得太僵，有何不妥？没什么不妥。既然薛千山对霍小姐有倾心之意，那霍小姐是否愿意帮我们的忙？帮忙？什么忙？大哥，多谢。晚上起风了，我把窗户关上吧。我想透口气。我陪你。
这泔水车这么重，我一个人怎么推呀？这你也不能放在路中间呐！你说这黑灯瞎火的，万一有人碰上，溅身一身阿萨，多麻烦呀！行，既然二位官爷觉得泔水车在这儿碍事儿，那就请二位官爷受累，帮忙把他推走啊！哎，放心，我不白让二位官爷帮忙，我给钱。你这什么意思呀？哎呀，现在的神捕营啊，不是3年前了啊！两位能挣就挣点吧，啊，不丢人。嘿，我这暴脾气我。童生，如果，我是说如果你因为自己的过错，连累身边人，让他们受了苦，你会想什么，做什么？我身边只有大哥你了，我们可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。要是我犯了错，连累了大哥，大哥你应该不会怪我吧？我当然不会怪你，我是说，要是其他人，甚至是陌生人呢？啊，如果是其他人，那肯定得弥补人家呗。弥补啊？你看啊，如果是你家着火了，不小心给别人家的房子点了，那你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别人睡大街吧？你拼了命也得给人家把房子盖回来。哎，师兄，咱真推这个呀？赶紧的，别给街坊添麻烦。二位官爷受累了啊，受累了。大哥，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？没有，你说的很好，谢谢你。柔妹怎么到我这儿来了？心中烦乱，四处走走，谁想就走到你这儿来了。啊，看来柔妹是遇上什么麻烦事儿了，跟哥哥说，哥哥帮你解决。爹爹走得突然，也未曾帮我相看人家。你也知道，夫人素来是容不下我和我姨娘的。我和我娘今后也不知该依靠谁去。这眼泪说掉就掉，这霍小姐可不简单。柔妹不用担心，只要有哥哥在，怎么能让妹妹受委屈呢？多谢薛大哥一片好意了。可是，我们女眷平日的吃穿用度，素来都是很费银钱的。薛大哥的月饷，蓉儿也是清楚的。恐怕养活我和我娘也是捉襟见肘，蓉儿怎么好麻烦薛大哥呢？柔妹多虑了，哥哥最近运气好，寻了一个生财之道，今天就赚了一笔。这个数50两，500两，以后还会有更多的进项。不知薛大哥从哪里发财，只怕这靠运气来的钱不牢靠。我有一个宝物，靠它生财，再牢靠不过了。宝物？什么宝物能如此值钱？这个宝物本身不值钱，但是它能给我带来很多的钱。柔妹，只要你愿意跟着我，哥哥保证你以后过上风光无限的日子。真的吗？我不信，薛大哥莫不是骗我？柔妹，你不信我，我这就把宝物给你取来，让你看看。你等着，柔妹。
没告诉你是什么宝物。跑哪儿去取了？这么久都不回来。风舞座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刚才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这怎么了？你给我清醒一点！你手里的刀是怎么回事？刀？人死了。薛千山怎么死的？不是我杀的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杀人，我没杀人，又不是我杀的，把凶手带走！等等，事情还未查清楚，还查什么？难道你是要看我们霍府被灭满门才满意吗？霍夫人，我们是最不希望看到霍府再出现命案的。我了解风舞座的为人，他平日连只鸡都不忍心杀，怎么可能杀人？此事另有蹊跷，你们给我点时间查清楚，别抓错了人。莫非你们是要徇私不成？当然不会徇私，但也不会轻易给人定罪。这个案子还有很多疑点没有查清楚。这刀在他手上，这人也死在他脚下，还能有什么疑点？你们办案，难道只是靠张嘴吗？诸葛公子，口说无凭。其实一点都不复杂，现场没有任何的打斗痕迹，而且薛千山是心口中刀，这说明他是和凶手面对面的情况下中的刀。薛千山武功甚高，而凶手能一刀毙命，要么这凶手是武功高强的绝世高手，要么凶手就是薛千山十分熟悉的人，能够在他毫无戒备之下偷袭成功。风舞座与薛千山并不相熟，你们觉得他会偷袭吗？说不定他是个绝世高手呢。哪家的绝世高手杀完人之后不跑，傻坐在地上，还能让你们这么轻易的抓住？闭嘴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。霍小姐说的没错，最重要的是风舞座没有理由杀薛千山。那谁知道？总之，不能就这么把他放了。风舞座是我们神捕营的人，就算是嫌犯，也要交予我们神捕营处置。他现在已经晕倒了，还请你们让我把他带回去。可你们是一伙的。霍夫人，请不要随口指摘。我最后说一遍，交人。李师兄，我提醒你一句，案子未清，私自用刑可是重罪。最近我们霍府的事情已经够多了。人你们带走吧。多谢诸位，我们会把风舞座带回去好好审问，给霍府一个交代。不过在事情查清楚之前，还请各位不要擅离霍府。至于尸体，我暗真营会暂时保管。多谢霍小姐刚才仗义直言。没什么，我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。你们打算怎么处置他？按律审问，放心吧，我们会查清楚的。那有劳二位大人了，小女也先回去了。风舞座你先带回去，我回去找人处理这尸体。你不审了？这案子也不复杂，没什么好审的。而且你不都说了吗？凶手要么是绝世高手，要么是熟悉的人，审他没用啊。你是发现什么了？今天为你的父母做害苦，累了，我先回去休息了。哎，可是放心，明天一早我还会再过来的。